你是不是每天早上都要来一杯香浓的咖啡提神呢？咖啡的香气扑鼻而来，瞬间赶走瞌睡虫，简直是上班族的救星。但是小心，一杯好咖啡如果搭配错了，伙伴可能会从天使变恶魔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喝咖啡的学问，咖啡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健康益处，又有哪些地雷千万别和咖啡一起碰，哪一种食材和咖啡一起喝能够护肝抗发炎，加倍咖啡的好处。最后还有名医传授的5招正确喝咖啡技巧，教你把咖啡喝得健康又安心。准备好了吗？赶快端起你的咖啡，我们开始吧。咖啡的5大健康益处不只是提神而已。很多人以为咖啡只是提神饮料，其实适量喝咖啡对健康大有好处。先来报告好消息，咖啡在医学研究中展现出降低多种疾病风险的潜力。降低癌症风险听起来不可思议，但喝咖啡真的和某些癌症风险降低有关，例如肝癌、乳癌、大肠癌这3大癌症。研究发现，常喝咖啡的人罹患率比较低。咖啡富含的抗氧化物质，如绿原酸，可以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伤害，减少癌细胞形成的机会。可以想象，咖啡里有一群小小盾牌卫士，帮助我们抵挡癌变的侵袭。而且世界卫生组织早已解除对咖啡可能致癌物的警告，反而指出每天适量喝咖啡不会致癌。当然，前提是正确饮用。如果方法不对，比如等等要提到的地雷习惯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护肝，远离脂肪肝。如果说咖啡对哪个器官最好，很多医生会投票给肝脏。咖啡和多酚能促进肝脏代谢，减少脂肪囤积。有趣的是，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曾做过一个小白鼠实验，让一群老鼠吃高油脂食物，其中一半老鼠再搭配浓缩咖啡，另一半没有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喝咖啡的那批老鼠脂肪肝明显改善，肝脏上的肥油都消了不少。这显示咖啡有助于预防和逆转脂肪肝。在人类研究中也发现，每天2到3杯黑咖啡与较低的肝硬化和肝炎风险相关。咖啡就像肝脏的贴心小棉袄，帮助减少肝细胞发炎纤维化的几率。对于常熬夜、应酬、喝酒伤肝的人来说，适量咖啡或许是保肝的小帮手哦。预防糖尿病，改善代谢，每天1杯咖啡，糖尿病找不上门。虽然不能这么绝对，但咖啡确实有助于降低第2型糖尿病风险。咖啡因可以提升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，加速血糖代谢。不少研究显示，每天喝咖啡的人罹患糖尿病的比例更低。有统计指出，每增加1杯咖啡，2型糖尿病风险大约降低5到 7%。想象咖啡在体内开启加速器，让糖分赶快燃烧，别囤积，长期下来就不容易得糖尿病。此外，咖啡还能提高基础代谢率，帮助身体多燃烧一些热量，对控制体重、预防肥胖也有加分效果呢。保护大脑，预防失智。担心年纪大会失智，记忆力变差吗？爱喝咖啡的人在这方面或许占点优势。研究发现，咖啡饮用与较低的失智症和帕金森氏症风险相关。咖啡因能促进中枢神经的兴奋，长期下来可能对脑部有保护作用。还有研究指出，咖啡可以减少大脑中一些与阿兹海默症有关的有害蛋白质沉积。简单说，咖啡就像给大脑做运动，保持脑细胞活跃，不偷懒，老了比较不会糊里糊涂。难怪有人笑称咖啡是液体脑黄金。当然，前提还是适量2字，喝太多反而睡不着，头昏脑胀就不好了。提升运动表现，燃脂助攻。喜欢健身的人一定知道，咖啡是天然的运动助燃剂。运动前半小时来杯黑咖啡，咖啡因会刺激肾上腺素分泌，让你精神饱满，反应更灵敏。运动时因为肾上腺素提高，脂肪分解会加快，燃烧更多卡路里。有减重医生指出，适量咖啡因摄取可以多燃烧 17% 的脂肪，这可是实验数据支撑的。有研究让一组人运动前喝咖啡，结果他们运动中消耗的脂肪比没喝的人高出将近1/5。对于需要耐力的项目，咖啡也能提升表现。例如跑马拉松的选手常在赛前摄取咖啡因来延缓疲劳。可以说，咖啡是运动员的隐形队友，帮助你跑更快、跳更高、练更久。听完这些，是不是对咖啡刮目相看了呢？防癌、护肝、抗糖尿病、顾大脑、助减重，
咖啡简直像健康万灵丹。不过先别急着狂灌咖啡，在拿起咖啡狂欢之前，我们还要了解如何正确喝咖啡。再好的东西，方法不对也可能适得其反。接下来就进入咖啡的注意事项和黄金喝法，让你把好处收入囊中，同时避开那些暗藏的风险。咖啡虽好，可不要贪杯或乱搭配。如果饮用方式不当，咖啡也有潜在风险和禁忌，需要当心。高温烫饮，小心食道受伤。很多人爱趁咖啡热乎乎时大口喝下，觉得暖胃又过瘾，但太烫的咖啡其实会灼伤口腔和食道黏膜。世界卫生组织提醒过，摄氏65度以上的热饮可能提高食道癌风险。长期喝烫咖啡就像天天拿热水烫食道，细胞反复受伤修复，久了可能走上癌变的不归路。所以喝咖啡别心急烫嘴，稍微放凉到温热再喝，既不伤喉咙，又能细细品味香气。咖啡因过量，副作用找上门。适量咖啡让人精神抖擞，但过量咖啡因会让人变成抖动的松鼠。常见的咖啡因副作用包括心跳加快、手抖焦虑、血压上升，甚至引发心悸。尤其空腹大量喝浓咖啡，可能刺激胃酸分泌，引起胃痛或胃灼热。有些人天生对咖啡因比较敏感，下午喝一杯晚上就失眠，属绵羊。还有研究指出，每日咖啡因摄取超过400毫克，约4杯黑咖啡可能让人产生依赖，甚至影响情绪，感到焦躁不安或不幸福感。所以虽然咖啡好喝，也千万别一杯接一杯猛灌，适可而止才能长期受益。特定族群慎用，并非人人都适合大量咖啡因。例如孕妇就被建议限制咖啡摄取。怀孕期间过多，咖啡因可能增加流产或胎儿发育不良的风险，所以医生通常建议孕妈每天咖啡因不超过200毫克，大约1小杯美式咖啡的量。令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期，神经系统较脆弱，也不宜喝浓咖啡，以免影响睡眠和骨骼成长。胃溃疡、胃食道逆流患者则要小心咖啡因和酸度对肠胃的刺激。空腹喝对他们而言像在伤上撒盐，疼上加疼。心脏病、高血压或容易心悸的人也要节制咖啡因，否则可能让心血管负担更重。简单来说，体质敏感或有以上状况的人，喝咖啡前最好咨询医生意见，或选择低因咖啡，托咖啡因来过瘾就好。乱搭配的交互作用，喝咖啡时如果同时摄入某些特殊物质，会产生不良的交互作用。抵消咖啡好处不说，还可能带来额外风险。常见的例子有酒精，很多人喜欢喝完酒再来杯咖啡提神，或者调配咖啡酒饮，例如爱尔兰咖啡，但咖啡因加酒精是危险组合。咖啡因会掩盖酒醉的感觉，让人误以为自己清醒，其实反而容易喝更多酒，增加醉醺醺做傻事或酒精中毒的风险。而且酒精和咖啡都会让身体脱水，心跳加速，一起摄取等于双重脱水，双倍心脏负荷，对心血管相当不利。香烟，不少老烟枪习惯一手咖啡一手烟，认为这是享受，其实这组合对健康可谓雪上加霜。咖啡因和尼古丁都是兴奋剂，会让心跳加快，血压上升，血管收缩，两者同时摄入，心血管压力翻倍，短期可能出现心悸头晕，长期更可能触发心脏病、中风等严重问题。此外，研究发现咖啡配香烟还可能提高致癌风险。香烟中的致癌物本来就在破坏细胞，若再加上咖啡因促进某些有害物质吸收，等于推了一把癌细胞的生长。巧克力与高咖啡因食物，咖啡配巧克力，听起来很搭，对吧？很多人喝咖啡喜欢咬块巧克力当甜点。然而巧克力，特别是黑巧克力和可可粉，本身也含有咖啡因和可可碱等兴奋物质。当咖啡遇上巧克力，等于双份咖啡因下肚，容易让心跳更加剧烈，出现焦虑、颤抖等不适。此外，巧克力含糖不少，咖啡因短时间内还会降低胰岛素作用，两者同时可能让血糖飙高，更难控制。除了巧克力，一些含咖啡因的能量饮料、浓茶或减肥药，若和咖啡一起摄取，过多的刺激也可能让人亢奋过头，出现心神不宁或血压飙升的状况。所以一天中各种含咖啡因的东西要适量分散，别一口气堆在一起吃，咖啡因叠加可不是开玩笑的。保健食品和药物，早上吞了一把维他命或中草药丸，
紧接着灌咖啡，这习惯也不太好。咖啡因具有利尿作用，可能让营养素还没吸收就被赶出体外，等于白吃保健品，浪费钱。尤其像补铁剂、钙片这类，咖啡中的多酚会影响铁质吸收，咖啡因会增加钙流失，服用实在不划算。还有些药物如镇定剂、抗抑郁药、甲状腺药等，咖啡因会干扰药效或加重副作用，医生通常建议错开服用时间。总之，咖啡不是万能溶剂，不是什么都能一起往肚子里送。服药和吃保健品时，最好避开咖啡，同理也别拿药丸当下咖啡的茶点咯。喝咖啡时有2大禁忌搭配一定要避开，它们一个是很多人晨间习惯却暗藏杀机，另一个也是聚会常见却危机四伏。这对黑名单组合就是咖啡加香烟和咖啡加酒精。赶紧来了解为什么这2样东西绝不能和咖啡一起，否则后果严重。1. 咖啡加香烟，癌症与心血管风险加倍。不少老烟枪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点烟、煮咖啡，甚至空腹就开始咖啡配烟的日常仪式。他们形容没有尼古丁和咖啡因就无法开始一天。然而这种爽快其实是拿健康做交易，咖啡中的咖啡因和香烟中的尼古丁、焦油等物质联手，对身体的伤害不只是1+1，而是远超2的倍数。首先，两者都会让心跳变快，血压上升，血管收缩，增加血栓和心脏病风险。抽烟已经使心血管处于紧绷状态，再倒入一杯浓咖啡等于火上浇油。有研究针对长期抽烟的人发现，如果同时大量饮用咖啡，他们罹患心肌梗塞和中风的几率明显高于只抽烟不喝咖啡者，简直就是双倍加速血管老化。更可怕的是致癌风险，香烟本身含有多种致癌物，对肺、口腔、食道、胰脏等全身多处器官都构成威胁。而咖啡因会促进新陈代谢，也可能加速香烟致癌物在体内产生作用。有医学统计指出，嗜烟又嗜咖啡的人，膀胱癌、口腔癌的发生率比不抽烟的人高出数倍之多。这或许是因为咖啡因加快了有害物质循环到膀胱等器官的速度。换句话说，咖啡陪香烟等于陪着癌细胞一起爬满全身。听到这里，如果你有咖啡加烟的习惯，是不是该猛敲警钟了？名医刘伯仁就曾直言，咖啡配香烟是健康地狱组合，奉劝大家赶快戒掉。早上想提神，咖啡可以喝，但香烟不行。嘴馋想抽烟，千万别拿咖啡来送烟，一杯白水润润喉就好。为了心脏和远离癌症，咖啡加香烟，敬而远之。2. 咖啡加酒精，咖啡越喝越醉，肝脏脑袋一起遭殃。有人喜欢在派对喝点调酒，比如把威士忌加进热咖啡，变成香醇的爱尔兰咖啡，或者通宵 KTV， 后来杯黑咖啡提神醒酒，看似一冷一热，一醉一醒可以中和，但事实正相反，咖啡加酒的组合对身体相当凶险。首先，咖啡因会让人一时感受不到酒意，正常喝醉时人会想睡，动作变迟缓，是身体发出不要再喝了的信号，但咖啡因把这信号给屏蔽了，让你误以为自己还清醒，结果可能继续豪饮更多酒。这就是为什么咖啡因常被酒吧掉进鸡尾酒里，让人不自觉多点几杯。然而这样容易导致酒精摄入过量，甚至中毒，因为身体其实已经不剩，酒力却还在灌。美国曾有年轻人喝掺咖啡因的能量酒过量致死的案例，引发当局警告不要将酒精和高咖啡因饮料混合。再者，咖啡和酒都会让人脱水，酒精利尿，咖啡因也利尿，一起喝等于严重脱水，导致电解质不平衡，头痛眩晕加剧，隔天宿醉会更难受。对肝脏而言，酒精是直接的毒素，咖啡虽有保肝作用，但挡不住你一边猛灌酒啊。肝脏得同时代谢酒精和咖啡因这2种东西，工作量爆表，长期下来仍然可能受损。如果有人靠咖啡解酒，那更是错上加错。咖啡根本不能加速酒精代谢，只是让你脑子清醒一会儿，但酒精还在血里乱窜伤身，结果就是脑子清楚地感受身体在受罪，听起来有点悲惨。另外值得一提，咖啡和酒都是刺激神经的东西，一个让大脑亢奋，一个让大脑混乱，2个加一起对精神和情绪也有不良影响。有人发现
同时大量嗜酒又嗜咖啡的人更容易出现焦虑、烦躁和抑郁倾向，可能和大脑神经递质被搞得乱七八糟有关。总之，咖啡加酒精这对组合看似浪漫，实则危机四伏。刘伯仁医师更直接点名，喝咖啡时碰酒精等同跟癌症交朋友，因为酒精本身就是一级致癌物，会诱发肝癌、食道癌等，再加上咖啡因推波助澜，危险度飙升。所以下次朋友喊你来杯咖啡调酒，不妨聪明拒绝，咖啡我喝酒就免了吧，守住这条底线，你的肝脏和大脑都会谢谢你。看完以上2大地雷，是不是对咖啡加什么最伤身有了清楚认识？记住，千万别咖啡加香烟，也别咖啡加酒精，避免让兴奋剂和毒素联手伤害你的身体。当然，除了这2样，前面提到的巧克力、高咖啡因饮品、保健品等，也不建议和咖啡同时摄取，各位也要留意哦。说了这么多禁忌，那有没有什么加分搭配是适合和咖啡一起享用的呢？有的。接下来介绍一位咖啡的黄金好搭档，跟咖啡一起，不但护肝，还能抗发炎，让你的咖啡从不错变成超赞。它就是纯可可粉。许多人喝咖啡喜欢加点奶精和糖，但那只会增加热量和反效果。其实最养生的喝法是黑咖啡单喝，不加奶不加糖。但是单喝黑咖啡有时太苦太单调，这时可以加1小时100%纯可可粉，不含糖的那种天然可可粉，摇身一变成为黑咖啡加黑可可的黑加黑组合。这可是营养专家大力推荐的喝法哦。被称为无毒酵母的营养师谭敦慈就分享，他每天的咖啡都会加一匙纯可可粉，有时甚至直接丢进一块85%以上的黑巧克力，让苦咖啡碰上苦巧克力，风味绝配，健康加成。为什么咖啡加可可这么厉害？原因有好几点。首先，可可富含多酚类抗氧化物质，如可可多酚、黄烷醇等，和咖啡的抗氧化绿原酸，可说强强联手，提供更全面的抗氧、抗发炎作用。现代人压力大，常发炎，咖啡加可可就像为身体穿上双层防弹衣，替我们对抗发炎反应，保护肝脏、心血管等器官免受自由基侵害。研究发现，经常摄取可可多酚有助于降低肝脏发炎指数，对肝脏健康有益，而咖啡本身也有护肝效果，两者搭档，护肝威力更上一层楼。其次，降血脂、稳血糖效果更好。咖啡因能促进代谢，动员脂肪分解，而可可中的多酚被证实可以降低坏胆固醇 LDL， 提升好胆固醇 HDL。 谭敦慈提到，黑咖啡加黑可可的喝法可以进一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，因为胆固醇和血糖都有更好的控制。同时，可可还含有钾、镁等物质，有助血压稳定。对于需要控糖的人，可可粉带有天然苦香和淡淡的回甘巧克力味，不用加糖也让咖啡更顺口，避免了加糖后血糖飙升的问题。再者，提升心情与专注，咖啡我们都知道能提神醒脑，而可可中含有可可碱和少量咖啡因，也有振奋情绪的作用。更妙的是，可可能促进大脑分泌快乐荷尔蒙、血清素和多巴胺。喝下咖啡可可后，人会感到心情愉悦，专注力 up。 难怪很多人喝摩卡咖啡、咖啡加巧克力时会觉得特别满足开心。只是一般摩卡都加了糖浆和奶油，我们改用纯可可粉来取代，更健康无负担，却一样让你从味蕾幸福到大脑。最后，可可还有个加分小秘密，护肤抗老。可可多酚不但抗氧化，还被发现有助于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，预防晒黑和皱纹产生。所以黑加黑常喝的人，可能连皮肤状态都比一般爱喝加糖奶咖啡的人要好，气色更红润呢。虽然这是额外收获，但谁会嫌年轻呢？对吧？当然，咖啡加可可固然好处多多，但分量适度很重要。可可粉每天1小时，约5公克就够，不需要大勺狂倒。因为可可本身也有热量，过量也可能造成心跳加快等问题。另外，挑选纯天然无添加的可可粉或高浓度黑巧克力，才能确保摄取到的是营养而非一堆糖。如果找不到可可粉，加入1小块高纯度黑巧克力，
在热咖啡中让它融化也是不错的替代方式。除了可可，其实咖啡的健康绝配还有一些，例如前面提到营养师谭敦慈建议用酪梨、牛油果、香蕉等天然食材来搭配咖啡当点心，比起蛋糕、甜甜圈这类精致甜点要健康太多。酪梨富含好油脂和维生素 E， 抗发炎又护心护肝，香蕉钾离子丰富，可以中和咖啡的利尿影响，预防抽筋，还有助肠胃蠕动。再配上一杯香醇热咖啡，既满足口腹之欲，又为身体加营养分，这才是聪明的咖啡享受之道。总之，咖啡加一物护肝抗发炎绝对不是传说，你可以选择在咖啡里加一味纯可可粉来强化健康效益。如果想吃点心，就挑酪梨、香蕉这类健康食物来做咖啡。善用咖啡的黄金搭档，你的咖啡时刻不仅惬意，还会变成养生时间哦。聊完咖啡的好处和地雷，最后压轴登场的是正确喝咖啡的5个实用招数。这可是由专家名医们总结出的经验谈，帮你把咖啡的益处最大化，风险最小化。想当一个聪明的咖啡爱好者，以下5招一定要记住。第一招，选对咖啡豆，自己研磨最新鲜。好咖啡从选豆开始，想喝的健康，尽量选择品质好的咖啡豆，最好是买整颗豆自己研磨，而不是买已经磨好的咖啡粉。原因是咖啡豆一旦磨粉，接触空气后氧化速度加快，会产生许多对身体不利的自由基，自由基过多会伤害细胞，长期累积可能诱发老化和癌症。所以我们希望减少咖啡中的自由基，买整豆回家现磨，可以确保每次喝到的新鲜咖啡都香气浓郁，又富含抗氧化物。研磨后的咖啡粉要密封保存在干燥不透明容器中，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，就像食物放久会腐败一样，咖啡也怕生锈。用密封罐装好，放在阴凉处保存，咖啡的风味和营养都能留得住。除了新鲜，咖啡豆品种和烘焙程度的选择也有门道。一般阿拉比卡豆风味细腻，咖啡因含量较低，罗布斯塔豆咖啡因高但较苦涩。如果怕睡不着，可以选前者。烘焙则建议中度烘焙最理想，因为浅焙虽保留较多绿原酸，但咖啡因较高，酸味重。深焙咖啡因降低，但长时间高温会破坏部分有益物质，而中焙在风味和营养上取得平衡。第二招，掌握黄金时间，早上10点再喝第一杯。很多人睁眼第一件事就是抱着咖啡杯啜一口，但名医提醒，早上起床不要立刻灌咖啡，最好等一等，选对时间喝效果更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身体有个天然的晨间荷尔蒙叫皮质醇，刚起床的头几个小时，皮质醇分泌处于高峰，它会让我们感到清醒，有能量，相当于自带的提神因子。如果一醒来就喝咖啡，咖啡因等于与皮质醇撞车，在你最不需要额外提神的时候雪上加霜，反而可能增加焦躁感。而且早起空腹喝浓咖啡也容易伤胃，所以正确做法是起床后先利用皮质醇带来的自然清醒度活动活动，比如吃早餐、整理仪容。等过了2-3个小时，皮质醇开始下降，出现点倦意时，再来享用上午10点的咖啡。这时间喝，咖啡因接棒提供能量，刚好填补精神下滑的空档，提神效果最好。很多上班族都有早上一杯、下午一杯的习惯，其实上午这杯卡在10点左右最适宜，而且早餐后喝咖啡也不怕刺激空腹，对胃比较友善。一开始改掉起床马上喝咖啡可能有点不习惯，但试几天你会发现10点咖啡真的更让人神清气爽，一整天效率 up。 这就是符合生理时钟的聪明喝法啦。第3招，控制每日咖啡因摄取量。再好的东西过量也变坏，咖啡因尤其如此。专家建议成人每日咖啡因摄取不宜超过4毫克，这相当于约2到4杯咖啡，视每杯浓度而定。一般美式中杯约含150到200毫克咖啡因，超过这个量，副作用风险会大大增加。我们前面提到，喝太多可能失眠、心悸、胃痛等等，所以务必量力而为。怎么计算呢？举例，你早上喝了杯拿铁，含1 shot 浓缩，约100毫克咖啡因，下午又来杯美式，约150毫克，加起来250毫克左右，就差不多了。如果晚上又嘴馋想喝，最好选低因或无咖啡因咖啡，
有人觉得自己咖啡喝不够会头痛没精神，那其实是咖啡因依赖的警讯，反而更需要减量，可以循序渐进少喝一点，让身体恢复对咖啡因的敏感度，而不是一味加量寻求刺激。也可以搭配喝茶，茶的咖啡因较低，还有茶氨酸助放松，交替使用不会觉得太累。总之把握400毫克法则，千万别逞强斗咖啡，一天顶多3杯中杯咖啡足矣，让咖啡保持在锦上添花的辅助角色，而不是滥用成让身体吃不消的兴奋剂。第4招，咖啡趁新鲜热饮，别久放慢慢啜。很多现代人一杯咖啡捧在手，可以从早喝到午，边工作边喝不亦乐乎。然而长时间把咖啡晾在外面慢慢喝，风险你想过吗？咖啡放太久会怎样？首先酸度提高，你可能发现冷掉的咖啡喝起来特别酸涩，那是因为化学变化导致 pH 值下降，酸酸的咖啡喝下肚，对胃的刺激变大，容易引起消化不良或胃灼热。如果加了奶的咖啡久放，还可能滋生细菌、变质，喝了拉肚子可就糟糕。其次，咖啡中的香味和抗氧化物质会随时间流逝，现煮咖啡富含的那些好东西，多酚、挥发油等，暴露空气中1-2小时就会大打折扣，相当于精华跑光，只剩苦涩咖啡因在撑场面。这样的咖啡不仅营养少，对牙齿也有害。放凉变酸的咖啡更容易腐蚀牙齿珐琅质，难怪牙医说老啜着一杯咖啡容易牙黄牙敏感。正确的做法是，冲泡好的咖啡最好在30分钟到1小时内喝完，趁温热新鲜时入口，风味最佳，对肠胃牙齿的刺激也较小。如果一时喝不完，可以倒进保温杯，短暂保温，但也不建议超过2小时。一杯咖啡拖拖拉拉喝一整天，不如分成2次，各泡一杯新鲜的来喝。喝一口咖啡后，可以喝一口白开水漱口，减少残留，这样既享受了美味，也不会让咖啡变成伤害牙齿和肠胃的隐形杀手。第5招，下午过后不喝含咖啡因的咖啡。为什么很多人到了晚上辗转难眠？可能下午那杯咖啡在作祟。咖啡因在体内的作用持续时间可达6到8小时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下午3点喝了一杯拿铁，到了晚上9点还可能有一半的咖啡因在体内兴风作浪，让你难以入眠。因此专家建议中午过后尽量不再摄入咖啡因，特别是有睡眠问题的人士，更要严格执行午后咖啡零政策。如果真的嘴馋，想喝点有咖啡味的东西，可以选择无咖啡因咖啡 Decaf， 现在很多咖啡店都有提供，用特殊方法去除了大部分咖啡因，但保留咖啡风味，喝了比较不影响睡眠。还有一个小技巧，叫咖啡小睡。在午餐后困倦时，先喝一杯咖啡，喝完立刻小睡20分钟，因为咖啡因大概20到30分钟后才发挥作用。等你小睡醒来，咖啡因正好上线，整个下午都神清气爽。这种方法被证实提神效果比单纯喝咖啡或单纯小睡都好，适合需要打起精神的上班族。但要注意下午小睡别贪长，最多20分钟，不然进入深眠醒来会更累。另外，许多花式咖啡如卡布奇诺、焦糖、玛奇朵等，除了咖啡因，还添加很多奶精、糖浆。下午喝这些高热量咖啡，除了影响睡眠，还可能因为活动量变少，导致热量囤积，长期发胖。营养医生就提醒，早上身体代谢旺盛，适合摄取稍多热量，但下午和晚上代谢变慢，如果再喝一大杯甜咖啡，热量消耗不掉就变脂肪囤积起来，对健康和身材都不利。所以下午以后能不喝就不喝咖啡，特别是加糖加奶的种类更要少碰。如果非喝不可，就选纯黑咖啡，而且提早在3点前解决，一旦太晚喝就准备数羊吧。规律作息、良好睡眠和健康咖啡其实并不冲突，只要守住时间红线，你既能白天喝咖啡提神，夜晚也能安心入睡，一举两得。说了这么多，终于到了总结的时候。亲爱的咖啡爱好者们，咖啡绝对可以是健康生活的一部分，关键在于如何聪明的喝。请牢记今天分享的重点，喝咖啡千万别碰那2种东西，远离香烟和酒精的魔掌，尝试给咖啡加上一样好东西，1小时纯可可粉，让咖啡变身护肝抗炎饮品。遵循名医教的5招正确喝法，从选豆、时间、分量到搭配，
进食，每招都是为了让咖啡更健康。做到这些，你就能尽情享受咖啡香醇的同时，收获满满的健康益处，而且把风险降到最低。最后，用一个轻松的比喻做结尾，把喝咖啡比作开车，上路前要选对车子，好咖啡豆，加对燃料，健康搭配，行车中遵守交规，饮用原则，避开险路，禁忌组合，这样才能一路顺风，平安抵达幸福健康的终点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的咖啡之旅更加安全愉快。现在就请你安心地捧起咖啡杯，闻香、啜饮、微笑，每一口都是享受，每一口也为健康加分。祝你从此喝咖啡，喝出聪明，喝出强健，精神满满的迎接每一天。